2017年，建军大业刚官宣演员阵容，娱乐圈就炸了，投资方气得跳脚，先烈家属公开炮轰，网友疯狂嘲讽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部电影翻车，等着看导演刘伟强被骂到退圈。可谁也没料到，就是这部被骂用小鲜肉毁历史的电影，上映后直接打脸所有人。说实话，换谁当时都会骂，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业片，是纪念建军90周年的献礼片，而且前面还有建国大业，珠玉在前。建国大业云集了170余位明星，唐国强、张国立这些老戏骨压阵，哪怕是客串的冯小刚、陈凯歌，都是业内有分量的人物。大家早就默认，这种历史献礼片就得找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镇场。可刘伟强没有这样想，他让刘昊然演粟裕，马天宇演林彪，董子健演邓小平。2017年那会儿，小鲜肉就是流量的代名词，跟演技几乎不沾边。投资方找到他的时候，大概率也是想着照着建国大业的路子来，稳稳妥妥拿个好口碑。结果刘伟强一报演员名单，资方直接懵了。据说当时有资方负责人拍着桌子质问刘伟强，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，要搞这样同归于尽的打法。骂声不光来自资方，网友更是直接炸锅。有人说刘伟强是想靠流量圈钱，根本不尊重历史，还有人更极端，直接喊话汉奸和反革命，这俩帽子你自己挑一个戴。最重磅的质疑来自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。2017年7月26号，叶大鹰连发2条微博，直接炮轰剧组，说最近电影建军大业炒得很热闹，革命历史被严重的娱乐化，是对革命历史的羞辱和歪曲。矛头直指饰演叶挺的欧豪，说他演的女里女气，甚至觉得喜剧演员白客演瞿秋白让他心在流血。那段时间，刘伟强几乎被骂得抬不起头。有人翻出他的过往作品，说他擅长拍古惑仔这种江湖片，根本不懂历史，让他来拍献礼片本身就是个错误。还有人调侃，这哪是建军大业，分明是流量大业，等着看他翻车的人能从电影院排到街头。可没人知道，刘伟强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把能找到的建军史料翻了个底朝天。他后来在采访里说，一开始接到剧本，他也犯愁，直到看到那些伟人年轻时的照片，才突然反应过来，我们都被固有印象骗了。大家总觉得伟人就该是沉稳持重、满脸沧桑的样子。可南昌起义那会儿，毛主席才34岁，周总理29岁，邓公23岁，叶挺31岁，粟裕更年轻，才19岁。这群人放在现在，要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要么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。他们有热血，有冲劲，甚至有年轻人的桀骜，根本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不苟言笑的模样。都是刘伟强没跟网友和资方扯皮，而是用了个最笨的办法，选角不看流量，不看演技履历，先看像不像。他把伟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一张张打印出来，再搜罗来一堆年龄相仿的年轻演员的素颜照，摆在一起一个个比对，眉眼神态都要对上。就说刘昊然演粟裕，当时他才20岁，刚上电影学院，顶多演过去2、3部喜剧片，接到角色的时候自己都懵了，觉得自己根本驾驭不了开国大将的身份。但刘伟强看准了他素颜时的眼神，干净又有韧劲，跟19岁参加南昌起义的粟裕那份少年英气一模一样。为了演好角色，刘昊然提前2个月进组军训，30、40度的高温天，穿着厚重的军装练站姿、练持枪，一练就是好几个钟头。电影里有一场工程戏，导演在他身后埋了20多个炸点，他得飞身跃起，一刀劈下去，还要配合身后的爆炸效果，这一条 NG 了无数遍。他身上添了不少伤，却从来没喊过停。董子健演邓公，当时也被骂没气场，可20岁的邓公还在为革命四处奔走，不是后来运筹帷幄的模样，那份青涩和坚定，董子健演得刚好。董子健为了贴近角色，特意去学了邓公的方言，把史料里记载的那些小细节都融入到表演里，哪怕是一个走路的姿势都练了上百遍。最受争议的还是欧豪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把叶挺演得太狂了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喊着老蒋屠杀我们，汪精卫也要凑热闹，那就打，声音比炮弹还响亮，动作张扬，一点都没有将军的沉稳。可是叶挺才31岁就当上了军长，指挥千军万马，打出了铁军的威名。他不狂谁狂呢？我们可以看看历史，叶挺将军的履历比任何爽文都精彩。22岁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，24岁就给孙中山当警卫营长，29岁在北伐战争中率领独立团一路过关斩将，攻无不克，为第4军赢得铁军的称号。31岁那年，他作为南昌起义的代前敌总指挥，和周恩来、贺龙等人一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欧豪为了演出叶挺将军的气势，可下足了功夫。为了熟练掌握骑马技巧，每天天不亮就去马场练习，早到连剧组的人都调侃他，说他起得比马还早，就差跟马同吃同住了。他不光练骑马，还专门去学打枪，反复琢磨叶挺说话的语气和神态，哪怕被全网骂，也始终没放弃，就是想把这位铁血将军的风采演出来。还有白客演的瞿秋白，一开始也被骂恶搞，毕竟大家印象里的他是王大锤那种喜剧形象，怎么看都跟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不搭。可白客自己也憋着一股劲，把瞿秋白的诗集书信都啃了一遍。
发现瞿秋白本身就是个爱写诗、性格豁达的真性情之人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。电影上映后，口碑虽然褒贬不一，但是很多一开始骂的网友看完之后都沉默了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刘伟强不是在消费历史，而是在还原历史。那些年轻演员或许演技还有些稚嫩，但他们演出了伟人年轻时的热血和朝气，让我们看到伟人也不是天生的伟人，他们也曾是一群心怀理想的年轻人，在乱世中挺身而出。有人说，建军大业最大的成功不是拍得多完美，而是打破了大家对历史片的固有认知。我们总习惯把伟人神化，忘了他们也曾有过青春，有过迷茫，有过年轻人的桀骜不驯。刘伟强的大胆不是冒险，是尊重历史的真相。当时他说，如果找50多岁的演员来演，不管演技多好，都演不出那种青春的感觉。事实证明确实如此，而我们也终于可以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伟人们的另一面。